Hello，大家好，这期我们来看 VN 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VN 的话，就前期啊，我们怎么看他这局对线其实没那么舒服的，而且前期也被针对的非常厉害。分段的话是在传说局的4800多分，比较就是对线强度是非常在线的，而且对方是什么卢锡安配卡尔玛扇子妈，其实对线难度是真的挺大的。你看对方一级还是学艺的，很懂。就是如果说你不是卢锡安，他估计还不会学艺；但如是卢锡安的话，那直接就学艺技能，让他有一个突然加速上来拼血量的机会。这边的话，威恩就没办法了，血量是被不是非常健康的情况下，就必须得去吃果子。对方也是很会啊，就学了艺技能以后就上来消耗，就利用这个盾嘛。你是掉的血量，我掉的可是护盾嘛。但露露也是可以直接利用那个去消耗的，学艺技能，然后主 W 就是学 W 技能，2级学 W。E 技能上来以后 ，W 就直接练。如果你要躲开的话，对方还 E 技能是有移速加成，你还不好去拉扯开。这个时候你就有位移的就必须得强行交位移。当你的位移掉了以后，那你怎么办呢？如果一旦被抓的话，那你就必须得交闪现了。如果没有闪现的话，如果还被抓的话，就可能血量就会被压低啊，但会不会被抓掉啊，就另外一回事了。但这些都是理论上的一些东西，还是需要你们去自己在实战中去摸索。看的再多也没有说去开几局，但没有理论支撑，你就一直在那里玩，然后有时候你就会碰壁，你知道吧？游戏理解强的人还好说，但不排除很多普通玩家游戏理解并不是很理想啊。你看这边一技能 W， 你就必须得交技能往后撤，而且卡尔玛的 W 是可以无视视野的，只要你在草里面。或者说隐身状态下 ，W， 你只要在它的范围内，它摁 W 就是能触发这个效果，而且好像是直接会亮起来那个技能，然后立刻让你显形的。就有时候你们看射手绝活哥你们也可以去学习一下人家辅助虽然说我录辅助少，为什么录辅助少呢？因为人家就是你从直播的角度上来看，你总不能说辅助玩得好，热度更高吧？你怎么可能？大多分人你就从英雄上来讲这里的话立刻开大招，但对方强行追，这边露露极限的一个大招把血量抬上来，好凶，打得非常凶啊！说实话，像刚刚的话不交易技能，其实已经要死了，因为他肯定会第二波平内 A 出来。说回刚刚，就是我录制不到辅助，不是说你们就看射手就真看射手。你们可以去学习一下那么高分段的辅助，其实你从
射手的视角去看辅助是怎么去操作的，这一个是可以学到的，你懂吧？因为我对吧？你首先一个讲热度上来讲，英雄的热度谁最高啊？肯定是那些秀的嘛，什么永恩啊、亚索啊、杰啊，对不对？可能在某个版本强势的时候，或者说改版比较重大的时候，那个英雄才会有一些热度。比如说现在的剑圣，为什么他热度高？现在，因为他出新皮肤了，懂了吗？那对吧？那辅助怎么可能会有热度？辅助玩家一定是热度会偏低的一种类型的，除非你是那种像锤石钩子这种的硬辅的这种，极致的个人操作是吧？那算了吧。但其实手游软辅的优势其实蛮大的，我就这么跟你们讲。特别是之前就是这个赛季加强了软辅的一些作用以后，现在又加强软辅的装备，就是很强势啊。这边露露应该是交闪现跑了，对方强行追。露露这个位置其实就很不好，他都走到那了，完全可以回到塔下面去回城啊。那这样的话可以拿龙，想要打断对方回城啊，没打断到。对方的话也是直接去拿峡谷，这里定到以后打一个3环，一个 Q 接 A， 还想再打3环就机会不大了。但血量已经压低了，对方的话卡玛如果没有做回血的那件装备的话，他是没有太多的回血能力的。Q 过来，这里的话被定住，打一套，露露的有大招，但是卡萨丁又来了，对面支援好积极啊，说实话，这就是高分段的一个节奏。而且对面这种卢锡安，我就问你，他来跟你对线，我跟你说，这个一塔已经没了。看懂了吧？就是现在射手的卢锡安其实很强，但最近玩他的人，我估计是不是拿不到啊？这里 W。这里露露的话，有时候进草你不用说去拿脸，他就用 W 去放个脸，对吧？然后再进去，你不用说我要拿个脸去探，我可疯了都。那人家伤害要是爆炸伤害，直接就给你秒了。发条活不下来了，这里人马赶到，最后收掉人头拿到个大人头很舒服。这边位置一个 Q 拉开距离，找到一个输出比较好的位置，但对面打也过来对面也是支援的非常到位，奎桑迪也是很能扛。这里被困住了。加强就是强化的那个 W， 它是可以根据敌方英雄，这个是对面卡玛的技能强化的 W 可以就是说借助敌方英雄身位的一个控制。这里粘到脸上以后，但对方选择也非常果断，立刻回头，反正我跑不掉，那我就换人。然后就是那种这种其实会很难受，为什么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打队友的心态，怎么在面前你都能放过来把我给杀了，对吧？就是这样子。然后心态的就对让，比如说你如果 VN 很强是吧？那我就让你的队友心态变得很差。这边对方肯定是往这边包的。如果中路是没人漏，或者说没人去带线，或者说往这边靠了一下，你比如有一点点视野，你就直接走就好了，因为你是劣势方，来抓你就是抓你，没有什么道理的。这边想要蹲，但是鬼桑提有大招吗？露露的那个给了那个面纱，
这里的话，射手也是卖掉了自己，你懂了吧？就是这么玩啊。这个时候劣势区，这种劣势啊，对啊，你怎么办呢？没办法呀。你要有很精彩的操作吗？没有，我就跟你说没有。这版本的射手不可能说在没有经济的状态下啊，有很秀的什么操作，就只有被追和发育之间啊，你能寻求一丝机会啊，让你拿到更多的发育空间啊，知道吧？这种情况下，就是射手啊，一旦到劣势方的射手是完全没用。我就这么跟你说，除非就是默默发育、默默刷资源，硬刷上来，就是对方只要能粘上你的脸，就是跑到你脸上踩两脚，啊，你就得挂了。所以为什么不入劣势局？是没有多少情况劣势局能给你这么。而且这局整体看下来是为什么前期啊还在看？因为我在跟你们聊天，知道吧？在讲一些东西。如果我就放在这，然后我就全程不讲，那你们就会说啊，这维恩怎么打得这么屎啊？啊，怎么这么垃圾呀？啊，就这样子。然后评论区就会哎呀，然后就也不一定会看到后面了，就会有这种人啊，然后就在那里。在那里说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像这种啊，是吧？给眼位，发条完全可以给个 Q， 去探一下眼。这两个人，说实话，中单和辅助其实就不会属于那种不像是主动会做事的。这里的话，赵信一直用大招挡伤害啊，这边大招一滚，是吧？这里进草，其实想反打，但是没视野。这里的话没大招没血了，直接回家。这种情况下就不要想着去反打。发条带线带到那个位置，这种就龙的话，估计是只能守了。如果能抢到龙，对方碰龙能抢到的话就还好，但对方应该不是很敢碰龙，因为发现这个薇恩很强。薇恩这个输出就是他大招，薇恩强就强在了他这个大招之后，他潜隐身，你知道吧？然后露露又能一直给到单体 buff， 露露的单体 buff 是。跟别人这种所谓的群体 buff 是很舒服的。卡斯汀打了起来，对面卢锡安和赵信，这边的话打不起来的。你看到没有？一碰对方就已经开始往这边靠了。对方的话也是选择打龙，这个龙的话应该是碰不了的，那就直接换资源打中路，拿中路塔。把这个中路塔给拿了，起码拿完中路塔的话，还有一点点的机会去入侵一下对方野区，或者说往对方野区去做视野。如果你一塔都没掉的话，你去做视野，很容易就是暴毙，你知道吧？这边也是来这种野区资源，把它给刷掉，然后把上路线给推过去，然后找机会赶紧回家。这思路。你们一定要去学，你知道吧？你们要看的不是说，不一定是说要学这个这个绝活歌的操作，其实你们学会它的意识，或者说去你们的逻辑思维去判断啊，我怎样去选择一个最优选的。虽然说你不可能像机器人一样非常非常牛逼的选择一个，但你起码在10次里面你能选中1次，那你就很牛逼了。那有了1次以后，你可能10次里面就会选择2次，对不对？啊，就是这种概率慢慢提上来。
那如果说你能10次里面选中9次，好，恭喜你，你可以去打职业了，好吧？你将成为下一个啊，你将成为手游界的 faker 啊，懂了吧？啊，晓得不啊？这纯吹牛逼啊！别真信啊！我靠！不过你们如果有那种10岁十几岁是吧？开始玩这个游戏是吧？开始在那里学习，然后有志向打职业的人，而且玩的也不赖的，说不定还真有可能。因为这个游戏首先不是说啊你说你年纪小就一下子就很牛逼的，不是，它有很多东西，就跟那个 DOTA， 哎呦，这里E技能拉回来第3下，就它你看没有这个赵信太屌了，他就卡那个第3下平 A E技能拉回来，还是交闪现拉回来的，应该是交闪现，然后把你那个薇恩给控起来。如果没有赵信这波精彩的操作，其实薇恩已经可以开秀了。这时候打这个魁伤敌啊，打不太动啊，对方魁伤敌伤害也比较高。这里的话，对方还要硬在这打的话，那就血量压低了以后就可以杀了。因为这边为什么人马能一直吸上血？因为他是打野，你知道吗？打野的话，血量低没关系，去刷一波野，他的血量状态就会提上来。所以你身为打野的话，你不用说，就是说要去出关键装备的话，除非要出关键装备的话，没必要说经常频繁性的回家。这里的话，他有在跟那个发条沟通啊，因为这个发条的话玩得很一般，就其实可以利用球啊去卡对面的位置。如果你玩发条玩得差，比如说这一局吧，其实你平常你还是玩得不错的，但这一局你的发条非常的差，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可以把球丢到敌方的后排位置去骚扰对方。如果对方敢跑进你球的附近，那你就可以开大招或者利用 W 去给对方减速。这边的话定墙上以后，没有定到墙上，但是他的那个赵信的大招给逼出来了，卡萨丁上来送，那这一波机会很好，这边硬追上来以后，魁伤敌想开大招也直接被秒掉了。这里被火炮啊，电炮吧，应该叫电炮，不叫火炮了，但还是喜欢叫它火炮。因为它刚出来的时候，我想想，这件装备是好早，那时候出来的时候，我玩麦林炮手嘛，小炮我就很喜欢出这件装备，因为当时候可以增加攻击距离，前期可能伤害差一些，但第2件或者第3件去做那件装备的时候，小炮是很舒服的，有一个很好的输出环境。这里的话，让人马去边路带线，然后中路的话去踩。这里的话，找到一个残血的卡萨丁，满血卡萨丁被秒了。如果你发条玩的差的话，你就E技能丢给谁啊？丢给这个队内大哥，给他球以后，然后就 W。如果对方敢靠近你，就是靠近射手的话，或者说队内你给的球的那个，你就直接大招去保他就可以了。然后伤害又有了。因为有个点队内大哥，比如说你劣势级，队内就一个大哥，对不对？那对面肯定来切你大哥嘛，那你就直接套球，又有盾，又有移速给他，然后大招又能保一手他。好，讲了那么多，有点密啊话，
那欢迎大家收看了，这期就到这了。